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期权这个词儿呢，你可能听了上百次了，你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比特币期权之上创新高，我买了一个 put 保仓，这波的波动率飙升，靠太贵了。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可能会点点头，好像是听懂了。但如果我现在让你在30秒钟之内说清楚什么是期权，它到底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90%的人，包括很多在币圈混了好几年的老玩家都会卡壳。他们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好像很高级，但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不知道它到底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更不知道它跟合约、跟现货本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今天的这期呢，我们把期权的这个概念从头给它讲清楚，不是教你怎么操作、怎么赚钱，而是让你真正的去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它为什么存在，以及在今天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市场里边，它为什么比你想象中的更加重要。故事呢，要从2600年前开始。古希腊爱琴海边有一个港口城市叫做美列都，这里呢有一个哲学家叫做泰勒斯，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哲学家，第一个说万物的本源是水的人，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哲学之父。但在他的那个年代里边，很多人在嘲笑他，你整天在研究天文、研究哲学，但你自己呢，你却穷得叮当乱响，你的学问到底有什么用呢？泰勒斯听完他也不吵，他决定证明给他们看。他开始认真的观察天象和气候，然后呢，得出了一个判断：明年橄榄会大丰收。橄榄大丰收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在古希腊，橄榄油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吃饭用的，点灯用的，祭祀也用的。一旦橄榄大丰收，农民会干一件事，疯狂的去榨油，用来做饭、点灯等等等等。听到这里，你自己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已经预测出明年橄榄大丰收，你想赚一笔大钱，该怎么办？现在就准备钱，然后低价收购，准备包装自己的橄榄产品。泰勒斯没有去囤橄榄，没有去买榨油机，他做了一件更加聪明的事情，他找到了当地所有榨油机的主人，提前支付了一笔很小的定金，把明年整个榨油季节所有榨油机的使用权全都给预定下来了。注意，他这里买的不是机器，买的是使用权。榨油机的主人当然愿意，因为现在是淡季，机器它闲着它也是闲着。有人呢愿意提前付钱，白赚一笔定金，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心里想的是，反正你也不一定用得上，到时候你不用就是你自己的损失，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1年以后，橄榄真的大丰收了，农民们呢疯狂的涌了过来，所有人都要用榨油机，供不应求，租金一路飙涨。但这个时候呢，所有想用榨油机的人都得先来找泰勒斯，因为使用权已经被他提前买了下来，使用权全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把使用权高价给转租出去，大赚了一笔。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人全都闭嘴了。这件事呢，后来被亚里士多德记录在《政治学》这本书里边。他记录这件事的原因是为了说明，哲学家不是不会赚钱，只是不屑于赚钱。但2600年之后，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笔交易，发现泰勒斯做的这件事正是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期权交易。我们把这笔交易拆开来看一看，泰勒斯付出的那笔定金本质上就是权利金，他为未来的选择权付出代价，他买到的东西是未来可以选择使用榨油机的权利，不是义务，不是必须要使用。如果丰收，他行使这个权利大赚；如果判断失误呢，没有丰收，他可以选择不用，最多也就是损失那笔定金，付一笔确定的小钱，换一个未来不确定的选择权。这个就是期权最原始的样子。2600多年过去了，这个本质一点都没有变化。
泰勒斯之后呢，期权这个概念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开始在人类的商业社会里边慢慢的、悄悄的生长。但在继续讲历史之前呢，我想先回答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人类为什么需要期权？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任何能够存活2000多年的一个工具，一定是在解决一个真实的、深层的人类问题。问题的根源呢，它就是不确定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明年的庄稼的收成会怎么样？不知道。下个月汽油的价格是涨还是跌？不知道。黄金还会不会继续上涨，涨到6000块，涨到1万块？不知道。比特币明天会不会暴跌？还是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呢，会让所有的在市场里边的人陷入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你必须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提前做出决定，买入、卖出还是持有，买黄金、买白银还是买比特币，还是 QQQ。 同时呢，你还要承担犯错的代价。面对这种困境，人类基本上只有2种选择。第一种，回避不确定性，不参与、不下注、不做任何的承诺。说白了呢，就是尽量的不让自己暴露在市场的波动里边，这样最安全，但代价也非常明显。你也放弃了所有的机会，尤其是那些需要承担波动才换得来的回报。第二种呢，是转移不确定性。注意，不是把风险给它消灭掉，风险你也消灭不了，而是把风险转交给那些愿意扛风险的人，而你自己呢，付出一个确定的小钱、小的代价，换来确定的边界、确定的底线。期权就是第二种策略的最经典的实现，它让市场里边2种人完成一次风险交换。一种人不想要风险，愿意付钱来规避风险；另外一种人呢，愿意扛风险，收钱换取机会，双方各取所需，市场就这样运转起来了。你可以把期权理解成人类发明的一种语言，用价格来表达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你愿意花多少钱换一份安心？你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换取一个机会？这个多少钱就是期权的价格。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那个时候的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繁荣的贸易中心，全球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就诞生在这里。这里的商人呢，开始把期权的概念用在金融市场里边。你可以提前支付一笔权利金，换取未来以某一个价格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权利。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现代？这比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足足早了将近200年。同一时期呢，荷兰发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泡沫——郁金香的狂热。一颗郁金香的球茎的价格最高涨到了一栋阿姆斯特丹豪宅的价格。但很多人不知道，当时热闹的并不只是买花，而是买一张纸，一种类似于预售远期的合约，约定几个月以后按照某一个价格交割郁金香的球茎。1637年的2月，行情突然崩塌了，交易停摆，合约一下子从财富的承诺变成了烫手山芋，纠纷爆发。有人呢坚持要求按合约去交割，有人呢当然他不愿意接盘，因为这些合约大多发生在行会式的场外交易里边，缺少现代的清算体系。法庭和行会也发现，让所有的违约者都倾家荡产并不是现实，也并不利于市场的恢复。于是呢，一种折中的方案出现了，允许违约者支付一笔和解费来取消合约。这个无意之间让这些非常僵硬的远期合约具备了期权的选择性。这段历史呢，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衍生品本身这个工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规则约束的市场才是真正的问题。这颗种子呢，200多年以后在美国发了芽。时间来到1973年4月26号，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E 正式开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为期权设计的标准化的交易所。在这之前呢，期权交易大多是场外的，你要买期权得自己去找对手方，自己去谈条款，自己去承担他赖账的风险。
芝加哥交易所呢，把这一切全都给规范化了，统一的条款，统一的到期日，统一的清算，你不需要认识对手方，不需要担心他跑路，交易所居中保证每一笔合约的履行。期权市场第一次真正的进入了工业时代。同一年呢，另外一件更关键的事情发生了，两位学者费希尔·布莱克和麦伦·斯科尔斯在学术期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解决了一个困扰交易者几百年的问题：一张期权到底值多少钱？在这之前呢，没有人能够精确的回答。期权定价像一门艺术一样，全凭交易员的经验和感觉。而这个公式出现以后，它变成了一门科学。虽然它并不能够预测未来，但它为市场上所有的人提供了一把统一的尺子，让交易呢，它有了一个共同的参考体系。这个公式呢，让斯科尔斯和莫顿在1997年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布莱克因为早期的去世，他没有办法追授。这两件事儿加在一起，让期权市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少数人的私下约定变成了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的规范市场。今天全球的期权市场的日交易量超过了数万亿美元，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1973年那两件事和2600年前泰勒斯付出的那一笔小小的定金。现在呢，我们把现代期权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清楚。先记住一句话：期权等于花一笔权利金买一个以后再决定的权利。你付钱买的是权利，不是义务。然后期权只有两种方向：call 看涨，你在买未来买入的权利。我以前曾经经常把这个 call 和 put 给它弄混，你可以这样去记 ：call 的英文就是打电话，就是叫你去买，这个是好事儿，所以它是看涨。put 看跌，你在买未来卖出的权利，你 put 一下把它给放出去卖出去，看跌呢你再想卖。接下来呢，我们用两个生活当中的场景分别解释 call 和 put。先说 call 呢，就像演唱会预售的资格，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特别想看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但票还没有开始卖，你不确定到时候票价会涨到多少钱。你现在能做的是花一笔小钱，在票平台上预定一个优先购票权，正式开售的时候，我可以按照现在锁定的这个价格去买票。如果到时候票价暴涨，那么这张购票权它就会变得非常值钱。你可以用原价去买入，或者你可以把它转手卖给别人，卖了你就赚钱了。这个听起来有点像黄牛了，但黄牛是必须要先真的把票买到自己的手里，再卖给其他人。但期权呢，它只是买了购买的权利，这两者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的。如果票价没有涨，甚至下降了，你可以选择不用这个权利，你甚至可以花更少的钱，用更低的价格去买这张票，最多的就是损失了那笔小小的预定费。这个就是 call 花小钱锁定未来买入的权利。put 呢，就像你给手机买碎屏险，你买了一部新的手机，价格1万块钱，你买的时候手机好好的，但你知道万一碎了换屏要花好几千块钱，这个风险你不想自己扛，所以呢，你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份碎屏险。这份保险告诉你，万一屏幕碎了，你最多自付200块钱。这个就是 put， 花小钱锁定未来以既定的价格卖出的权利，为已有的资产加上一层保护。但注意 put 虽然看起来它像保险，但无需理赔。保险是摔碎了，那么我去找保险公司赔钱。put 是市场恐慌的时候，它自己会变贵，会升值。当市场暴跌，资产的价格下滑的时候，你的 put 呢就会变得越来越贵。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报案，而是把它给卖掉，把账出来的那部分利润兑现，用来抵消现货的亏损。好的，现在你已经理解了 call 和 put， 我这里再重申一遍它们的一个共同点，也是期权
最核心的特点，你买的是权利，不是义务。如果情况对你有利，你行使这个权利；如果情况对你不利，你可以选择放弃。最坏的结果就是损失你付出的那笔权利金。这个也是期权和合约最本质的区别。合约是双向的义务，方向错了，亏损可以无限的扩大，可以爆仓。期权买房是单向的权利，判断失误，你损失的只是权利金，上限固定。现在呢，把一切放回到2026年2月5号的那天，比特币从73000一路砸到了6万2，不到4个小时下跌超过14%。你不需要去看 K 线，你只要回忆一下那一天你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市场呢是怎么从还行突然变成恐慌的。那天其实就2种持币人，第一种裸持现货，没有做任何的保护，跌了14%，账面直接少了一大块，你不知道底儿在哪里，你开始刷群、刷 K 线、刷消息，心态越刷越崩，最后在某一个位置实在受不了了，割掉。然后呢，看着它反弹，开始后悔。第二种，现货照样拿着，但提前你买入了 put， 暴跌发生，它的现货也在亏，这个没有办法去躲开。但与此同时，恐慌上来，波动率也上来，它的 put 在变贵，而且呢变得很快，这个就形成了对冲，它把 put 在市场上给卖掉，那一笔利润直接把现货的亏损给顶回去一大截。但更重要的不是钱，更重要的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他不会慌，不会慌乱的操作，不会在最低点把筹码给抛出去。这个就是泰勒斯2600年前的那笔交易放在今天的样子。工具变了，市场变了，但底层的逻辑一模一样。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先付一笔确定的小钱，换一个让自己能够从容选择的权利。好的，今天的这期呢，我们从公元前600年前的榨油机讲到了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再讲到1973年的芝加哥，最后回到2026年2月5号这根暴跌的大 K 线，2600年一条线。期权是人类为不确定性定价的方式。当你买一张期权，你做的事情跟泰勒斯一模一样，用一笔确定的小钱、小的代价，换一个面对未来还能够冷静选择的权利。下一期呢，我要讲另外一个你每天都听得到的词儿——期货。它跟期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一个农民和一个面包师之间的古老的约定是怎么演变成今天的万亿市场的，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让人一夜暴富，也能让人一夜破产。在你离开之前呢，我想请你来做一件事儿，不是点赞转发，评论区里边请你用自己的话解释一下期权是什么，一句话就够。能用你自己的话讲清楚，说明你真的懂了。讲不清楚，说明还有地方你没想透，你可以回来再看一遍。这个系列的目标只有一个，让你能够把这些词儿讲给你身边的人听。这里是加密星球，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